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称为九五之尊，所有人当中权力最大的。那这个位置呢，它必然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希望自己能够位居九五的天后皇帝。那么最有资本竞争皇权的呢，往往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最高层，就是皇族这个系统。咱们今天就要讲这个事儿，就是历史上一次皇族内部争夺权位，造成全国先后长达15年左右的兵变。当然，直接夺权用了3年时间，那就是大明第3任皇帝明成祖朱棣，他从自己的侄子明建文帝朱允炆手里边夺皇位，打的是全国战争。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呢？咱们大家都知道，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朱元璋呢，子孙众多，他登基坐殿之后呢，先后呢把自己25个儿子和1个孙子封为王。后来呢，他有了他太子朱标，但是这个朱标是个短命鬼，在洪武大概坐位30年左右的时候，太子朱标就死了。他这一死呢，朱元璋没有按照惯例把这皇位呢再选一个太子在下一辈里，反而隔着辈呢就把自个儿的孙子朱允炆选为皇帝，就等于朱允炆以孙子的这个辈分却当了太子。朕开国30年以来，天下一统，四海归心，为使大明万世昌盛，国脉永续，朕特此诏示中外。皇太孙允文人民孝友，天下归心，一登大位，现立为大明储君。即日起，各皇子藩王、各文武臣工及天下子民，应谨守君臣之道，敬奉太孙如朕公，同心辅佑，以服无民。钦此。儿臣所以这个事情呢，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就包括雄心勃勃、极有能力的朱元璋的4儿子朱棣。但他继位了，后来叫明成祖，他本来被封为燕王，燕王朱棣。封地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北京。那个时候不是元朝被推翻了吗？北京叫大都嘛，把这一片的地方封给了这个燕王。这个燕王朱棣呢，他被封这个地方不是啥好地方。你现在咱们说北京首善之区啊，这个全国的资源都冲这儿来，当时不行。把蒙古打走了呢，这块就跟一片废墟一样。封这个燕王朱棣到这个地方，不是对他好，朱元璋不怎么待见他，才给他封这儿了。民间传言，朱棣的生母起初是元顺帝后院的一个宫女，被朱元璋收下后6个月就生了朱棣。也就是说，朱棣不是朱元璋的亲儿子。按照当时的律法，做出这种事儿应当受极刑。不过多亏了马皇后仁慈，将朱棣收为养子。但即使是这样呢，其实按照正常道理来讲，朱棣是没有想法和理由要造反的。为什么？就即使是给你封到这个北平这个地方了，苦寒之地，而后来朱棣在这经营的不错，听从军师姚广孝的建议，按照刘伯温的做的好的图纸，把北京城修成了3头8臂哪吒城。咱们现在看北京城，里9外7，皇城4啊，里边9门，外边7门，皇城4门，按照3头8臂哪吒形修的。咱们现在看到的北京一点元大这个劲儿都没有。你见到的北京的基本建筑4、9成都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所以他把这块呢已经建设不错了。再一个，再怎么着我是皇子，权力地位也都有，那他为什么最后造反了呢？这里头的原因呢，其实是挺复杂的。咱们细致总结起来，他这造反是给逼的，是让他侄子就当时的明朝第2任皇帝建文帝朱允炆给逼的。怎么给逼的呢？这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咱们都知道，这个朱元璋啊，封着25儿子1个孙子啊为王，这过去叫藩王。藩王手里头呢，都掌握一定的权力和地盘。这个朱允炆登基以后呢，他琢磨
说你看我这天下我是皇帝，都听我的，可是我上面这些叔叔啊，各管一块地，这要哪个人有异心呢？他又有地又有兵，他造反怎么办呢？所以他当时想到的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直接手段，削藩，就先去削其他藩，然后再对付土地。但是这招有个最大的失策，就本来朱棣那边第一个没想造反，一看你要动手削藩，发现早晚轮到我头上，轮到我头上，我能耐还大，这侄子对我不放心，那么早晚得加害于我。因为大明天子有屠杀功臣的传统，开国时候咱们听过明英烈的朋友都知道，朱元璋杀多少人呢？徐达、常遇春、汤和、邓玉这些人。放开我！干什么你们？让我亲自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赐李文忠4斤2万。皇上，老臣为您尽忠了。风烛残年的朱元璋，为了让皇太孙朱允文稳稳坐上龙椅，变得格外残忍多疑，决定杀掉与他一起创建大明王朝的所有元勋宿将，包括刘伯温都连夜跑了。就大明这些开国功臣让朱元璋杀了不少，所以这朱棣一看早晚得收拾到我，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有了反心。有了反心你得准备啊，正好你先收拾那些藩王，从周王开始到代王啊、齐王、闵王、襄王，收拾这些人，我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了。所以这是朱棣为什么要造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你逼到我头上了。第二个呢，朱棣造反还有一个原因，他能耐大。这个能耐越大的人呢，越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受别人摆布，他要把命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朱棣能耐大到哪儿呢？环顾当时所有的皇族，找不出第二个像朱棣这么有才干的，尤其是有军事才干的。为什么呢？当建文帝朱允炆打小在皇宫里面接受45经儒家文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在朱棣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他干嘛呢？行军打仗。他11岁被封为燕王，就来到可汗之地。这个地方很敏感，在哪儿呢？你把这个元朝蒙古赶走，北方围绕长城一带，正是漠外蒙古跟大明接壤之地，双方战事不断，总打仗。他在这种场合下锻炼了战争才干，而且当时朱棣就觉得这个朱元璋有点看不上他，他也想自新自强，我努力，我要让父皇瞧得起我，所以他个人也很用功。后来有一次，这不元朝被打退到长城以外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叫北元。北元里头有一位行军打仗领兵的头叫南尔不花，这是蒙古名字，他官居太尉。我们这太尉是啥？其实就是军队总司令，他高俅高太尉嘛，那当时是带着北宋的军队最高将领。这个太尉南尔不花在漠北一带集结，昆帖木尔可汗率20万大军犯边，谁能够挂帅出征抵御，然后击败入侵之敌，保我大明边境安宁呢？父皇，昆帖木尔可汗犯边，这乃是北平的军务，儿臣奏请立即返回北平，亲率兵马击退来犯之敌。好啊，那你要朕再给你多少兵马？父皇，儿臣不要朝廷的一兵一卒，儿臣用属下17护卫兵马，便可一举击退。这个时候朱元璋就让朱棣，你当元帅，你带兵，你给我北出长城，把南尔不花给我歼灭了，他是个隐患。在这场战役当中，朱棣体现了谁也没有的令人可怕的感觉到的这种本事。什么本事呢？他带兵呢，事先没有着急出兵，他派探子打探了几个月，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哪儿水草丰美就挪哪儿，没有固定地方，所以必须得根据蒙古草场的变化来推测南尔不花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走到哪儿去。所以他打发手下用了3个月时间摸清这个后果，然后秘密的行军奔北方去，就准备打一个突袭。眼看离这个蒙古大营的不远的地方，天降大雪，部队显得很沮丧，因为在雪中行军难度太大了，也不容易这个显得那么蹑足潜踪，能把踪迹给抹平了。所以这些士兵一片哀叹，
怎么办？你这大雪天咱遭这个罪，都建议什么呢？暂时停下来，等天晴了再进军。这时候朱棣说绝对不行，下大雪太好的时候，为啥？一下大雪天一冷，蒙古大营也松懈，也感觉没有人会赶这天来攻击我们，也不用派探子四处打探去了，在大营里边吃烤全羊喝酒吧，他们就会战略上麻痹不出来了。正是我们行军的好时候，他绝想不到咱们这三更半夜的能嘁哩咔嚓顶着大雪天就杀上。所以朱棣这我连夜赶路，越是天不好咱越往前赶。所以这时候朱棣是深得兵法3位，一下子就如同神兵天降来到南尔布花大营外。蒙古兵傻了，啥准备都没有啊！突然间这大明军队就来了，蒙古营就乱套了。照理说这个时候是啥？进攻最好的时机。我趁你立足未稳，你啥都没准备，我打你不弄死你了直接。非常奇怪的朱棣说停，安营扎寨不打，你就省点事投降，我保你能防住。我大明乃礼仪之邦，一向与邻为善，只要你愿意归顺，大明愿与你和你的部落永结友好。我身边的勇士，他们会和我血战到底，因为我们是草原的骄傲。我佩服你的勇气，也佩服你身边这些将士们。听着，我不仅不想杀你，还要上奏父皇，给予你家园和牧场。从今往后，北平500里以外，你们可以安心放牧；800里之外，你可以带领你的部落重建家园。朱棣心里有数，这么短时间内他敢说不降再打，他一样没啥准备，不是那么短时间这兵马粮草都能上来的。再一个，他奔的是什么呢？攻心战。南尔布花你再顽固，我突然来了，你心就乱了，一乱了，你心里就不那么稳定了。再一看，我们用这种方法诱使你，很可能他就投降。他一投降，咱不费一兵一卒啊，整个的这个军费都省了，这多好啊！所以果然南尔布花在这种情况下一看，摸一道算了，保我命啊，投降了。万能的神明在上，阿里固花在此盟誓，愿与大明永结同好，决意归顺。如为此事，天诛地灭。大诏一言为定，绝不反悔。燕王殿下如此宽宏大量，允许我部落在塞外草原安居，足见大明朝还有殿下您对我不怀戒心。所以朱棣兵不血刃把这场战役拿下来，打的是非常漂亮。为什么我说他这种战法呢让人感到可怕呢？你就说从这事儿看出朱棣这个人个人控制力多强，判断局势的清晰感知，而且之前经过长期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在关键时候敢于决策，迅速行军，不辞劳苦。等真胜利成果，肥肉就在嘴边的时候，我不吃，我能忍住。我不想吃这块肥肉，这头猪都是我的，我着急吃什么一块肉啊？所以朱棣这个过程高明。老梁故事会为您揭秘燕王朱棣管路之谜。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所以这个人能力这么大，你想想，自个儿侄子当皇帝，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当皇帝也就罢了，还在叔叔头上动土，要动我能干吗？你来削藩，对不起，我得造反。造反可是造反，谈何容易？你得准备啊！这一准备有动静了，不就泄露天机了吗？10几万兵马，人吃马喂啊！所以他想个办法，不管是打造兵器还是什么的，秘密进行，在自己王府里，他挖了一个大地下室，在这里头当铁面营打造兵器。这打铁跟着都叮当，这有响动。哎，他在王府外呢，立了10几个养鸡场。这鸡你知道，白天晚上咯咯哒，呱呱呱，天天叫唤，里头多大动静，外头以为鸡叫唤，遮人耳目。不光这样，
他还采用了一些非常方式，装疯卖傻，麻痹对手。咱都知道宋江在这个江州浔阳楼头提反诗，被黄文炳给告了。告了，有人给他出主意，你赶紧装疯吧。宋江就是装疯卖傻的，这就不抓他了，麻痹对手。这个时候，朱棣也用这办法，还用什么招呢？装疯。我是东海龙王，我要见玉皇大帝。我是太上老君，我要见玉皇大帝。就这么着，装疯卖傻，这事儿能瞒着吗？老百姓说咱这不燕王疯了。有探子报给朱允炆，说我一听真的假的？我这四叔可不一般人啊，派手底下人，你们呢给我打探打探。什么呢？平常这个朝廷啊，跟藩王之间有书信往来嘛，都互相之间上级下级有信使啊，派两个人过去，就说给你送这财务报表啊，什么水利工程指示这些东西。然后这两位就得在北平长期待着，他待着就问怎么回事，一打听说真疯，说那咱也不能小觑，咱搞突然袭击，上这个燕王府里看。王爷，别装瞎了，大家都是明白，何必作践自己呢？啊！爱妃，这是最后一点肉了。爱妃啊，二位大人，先让一让吧，殿下不能再受刺激了。这俩人一看他是真疯，赶紧回报给建文帝。建文帝放心了，没事了。当然这招没使多长时间，整个这呢朱棣手底下有个叛徒，把这事就告诉了南京，跟建文帝说他是假的，他装的。建文帝一看这得动手了，你这要动手，人家那边也知道这叛徒跑了吗？赶紧厉兵秣马，开始起事。朱棣素来信守君臣之道，替大明镇守千里北疆，忠心耿耿，天地可见。可如今却被你们逼得人不是人，鬼不像鬼。好啊，今天你们逼上门来了，想干什么？是想让我像周王那样俯首就擒，还是像襄王那样合家自焚？我王爷息怒，王爷息怒，一切都好商量。就这么着，战争就打起来了。打起来的时候呢，讲军事准备上，朱棣没问题了。那战略战术上，朱棣就是干这个的。环顾整个大明，再无第二个人比朱棣在战争的时候表现更出色了。雄才大略，既是帅才又是将才，没问题了。可是他们缺了一条东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为啥要造反呢？大明一统天下，把蒙古鞑子逐走了，汉族人都拥护大明，恢复正统了吗？那么你这个皇上在那儿呢，你个藩王为什么要造反呢？咱们看这个造反的理由啊，它不是个充分条件，却是个必要条件。你没这理由不行。这个时候说，咱想什么理由呢？有劳大师替我拟一道举兵檄文，以便直达朝廷，明示天下。这篇檄文在平生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了。此次燕王举兵是遵照先皇的祖训所示，并非谋反，而是奉天靖难。对，本王就是要奉天靖难。明大义者生，为天理者亡。本王受封以来，为之寻功守法，为国保疆。今幼主思维，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期盼方秦不定奸人，蛊惑朝野，造行逆事，恢复禁田之治，杀戮皇家仇，乱治武宗朝查，辱先皇遗愿，奸命不除，江山不倒，太辱高皇的祖训有灵。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现本王奉先皇遗命，除奸佞，清君侧，安社稷，护大明，还我朗朗乾坤。朝中有奸恶，内有奸臣，在皇帝旁边。
那么呢，诸位藩王应当训兵以待，进京擒王，清君侧，消灭这些奸臣。他留这么一条，这给朱棣起兵理由。这一出兵，你想想，朱允炆啊，一个儒生，在屋里读书的人，跟自己一个金戈铁马生活经历过来的叔叔干仗，他不行。皇上就坐在这丹地之上，他若胆敢弑君，更会招致天下公愤。皇上不要灰心，志存高远，才能知弱自强啊！一切原本是一场。所以从公元1399年到1402年3年时间，朱棣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把大明天下就拿下来。后来又前后经过15年时间，把整个原来明朝的版图完全纳入到明成祖的范畴之内。公元1402年6月17日，朱棣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乐，取天下子民永享欢乐之意。所以这说明成祖燕王朱棣为什么造反，为什么最后又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然这里边就体现了一个历史哲学，就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只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有实战经验的人才能走到最后。朱允炆在后宫里天天45经读着，学问都不深，也重用了一些读书人，可这些人治理国家有一套，真正打天下平息战乱他没有这个能耐。而朱棣呢，血雨腥风经历过，所有残酷的事在他看都是很正常的事，最多是如履薄冰。所以他以这种方式打自己的侄子，那可以说是胜利在他手里是手拿把掐。所以这也是等于告诉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那句话，一句真理，就是秀才遇着兵，他有理说不清。我们在判断一个历史人物好与坏的时候经常容易陷入到一个怪圈，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4个字，叫成王败寇。所以你要成功了，你怎么都好的；你要输了，那没得说了，一败涂地，所有的负面评价就都给了你了。但这是不是我们判断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准呢？那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历史人物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常常被后人的评述所左右。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节目以前也说过，这个商纣就《封神演义》里那个昏君，他是不是那么残忍，那么无道，那么昏庸，那么宠幸女色，害死一些大臣，祸害黎民百姓呢？肯定不完全是这样。为啥呢？你想他的继任者周武王，武王伐纣嘛，把他江山推翻了。这时候周武王是不可能说商纣王好话的。为啥？你要说商纣王是个贤明君主，那你把个贤明君主推翻，你算什么玩意儿？所以他必须得说商纣王大逆不道，我替天行道，我替他爸爸收拾他，我把他拿下了，我是应天命上来了，这才能确定后来政权的执政合法性。所以往往历史呢是由后人书写的，那如果这个后人和前面那个人是个敌对势力，那怎么办呢？那前人就倒了霉了，遭了殃了。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这位呢，也恰恰是陷入了一个成王败寇的负面评价的怪圈。咱今天说谁呢？说朱元璋的大对头陈友谅。亮是何许人也呢？历史记载，明史里边写了多少回？这陈友谅大逆不道，大奸大恶，这阴谋诡计，趋炎附势，是个小人。那么小说里边呢，也和这差不多。咱们很多朋友了解陈友谅，不是从历史书上，而是从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里边。那说历史上陈友谅是不是这么人呢？根本都跟这不沾边儿。陈友谅有一点，心狠手辣，不讲信义，随便害人，这倒是陈友谅的特点。但是陈友谅是个特别有担当的人，他其实在推翻元朝的贡献上，他比朱元璋都要大。因为那个时候陈友谅的兵力远远大于朱元璋。当时陈友谅的士兵数量比朱元璋多，训练水平也胜出一筹。更重要的是，
他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水军和最先进的舰队。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元朝呢经常使用糖衣炮弹的方式跟起义军商量，你投降我给你多少好处，就连朱元璋当时都偷偷摸摸跟政府通信了。可是陈友谅从开始到最后从来没向元朝低过一回头，你来找我来商量事，把你来使都给斩了，断你这念想。就是在反对元朝的残暴统治上，陈友谅是坚持到底的，是条响当当的敢做敢当的汉子。兄弟们，牢牢记住朕的10字真言：首战即决战，一战定乾坤。首战即决战，一战定乾坤。此战既是开国后的首战，更是决战。朕决定所有军队冲国而出，顺江直下，直扑金陵，3个月内击溃朱元璋。所以陈友谅在历史上呢，咱们准确给定位呢，他既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奸雄，他只不过是个乱世枭雄。这个乱世枭雄起家，就是靠心狠手辣、不讲道义起的家。承翻我，臣在。让你负责打造的战船，打造的怎么样了？禀皇上，战船380艘，基本打造完毕。基本？这么说还没有完毕。再过3个来月，就可以全部下水。我给你的期限好像是本月底呀。是皇上呀，这个经费不足，工匠们有些怠慢。砍了。皇上说什么？我说砍了。皇上啊，这呀，饶了我这一回吧，这呀。父皇，陈叔是您堂兄弟，跟您多年了，儿臣叩求父皇。也就是说，这个陈友谅呢，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坏蛋，他不是一个伪君子，他最多算个真混蛋。他开始起家起在哪儿呢？这咱们得说元末的几股起义军，历史课本一翻开，咱都知道韩山童、刘普通、红巾军。还有一股势力呢，在现在这个湖北江汉一带，就是徐寿辉。他这个势力越来越大，所到之处呢，很多人投靠徐寿辉。当时陈友谅就投奔了徐寿辉，在徐寿辉手底下干着干着呢，这个丞相倪文俊很赏识他，说发现这个人了不起。为啥？徐寿辉啊，统治军队是这个概念，义字当先，说白了跟宋江啊、晁盖啊、梁山伯差不多，就咱得讲义气。这时候倪文俊就发现陈友谅做事不拘一格，这个事只要有利，嘁哩咔嚓，不讲义气的事也可以干，一切以目的为最终的目标，不管中间手段是什么，干大事者不拘小节，一事而化。这个陈友谅是个人才，所以倪文俊很赏识他，一步一步的呢，他提拔的很快。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倪文俊出事了，出什么事呢？倪文俊就觉得呀，我侍奉这主子徐寿辉呀，没啥能耐，所以这个倪文俊就起了弑主篡位之意。就想暗杀徐寿辉，自己取而代之。可是他准备的不够充分，再加上徐寿辉底下这4大金刚能力也很强，结果这倪文俊图谋造反，没办法，失败了。失败了那能饶他吗？他得跑，跑哪儿去呢？跑到黄州。黄州是什么？正是陈友谅占据的老巢，跑到这儿来。这里距黄州还有多远？大约不到30多里。启禀大帅，陈友谅出黄州城了。带了多少兵马？回禀大帅，只有2个人。你看清楚了？没错，千真万确，就是2个人。倪将军，我早叫人杀鸡宰牛，准备好了大酒大肉，就等着这个日来呢。好，我们在风雪中奔走了好几天，
早就饿坏了。请。哎，陈友谅还热情接待，为啥？倪文俊是他恩人，又是他老师，师徒俩坐那儿促膝谈心。陈友谅头一句就问：“这个师傅，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哎呀，倪文俊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这几个混蛋呐，不知道形势什么样，跟我作对，我最后这个谋反没成，就赖他们几个，他们把军队给压住，不听我调遣。但是不要紧，别看他们四个跟徐世辉站一块，你我师徒联手，天下无敌，一定能把他们干败。哦，陈友谅听完点点头。实话告诉你，我要取你而代之。你呀，倪将军庸弱无能，愚昧无知，白领了70万人马却毫无作为。你这等庸才，占据着帅位又有何用啊？我刚刚才放过你，你这个……好了，时间紧迫，我要用你的人头去号令三军了。第二天，陈友谅打发人带着倪文俊的人头找徐寿辉去了。说到这儿，大伙也明白什么意思。陈友谅一琢磨，你造反了啊！我眼下羽翼未丰，真和这徐寿辉底下这4大金刚较劲，我恐怕死无葬身之地。这时候就不要讲什么知遇之恩，师徒之情，咔嚓，消灭隐患，邀功取宠。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枭雄陈友谅。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所以陈友谅根本不讲所谓的道义、朋友、情谊，在他这儿来看，这都是狗屁不通的事儿。也正是这一下子，他取得了徐寿辉的信任，成了天王国顶级的辅政大臣。那么他通过这个活动呢，他自己也清楚，事实上呢，他越来越能控制住徐寿辉这个政权了。这时候他也产生了跟他师傅倪文俊一样的想法，但是他比倪文俊有城府是在哪儿？他不着急鲁莽行事，我一点点来，先散其羽翼，找个理由呢，就说这赵普胜私通朱元璋，也私通这个大元朝，这个人就是卧底，找个理由说动徐寿辉，把赵普胜给杀了。来，汉王亲自来会军，这就无忧了。两兵合一，一定报前山之仇。好，你们辛苦了。汉王此来声势大振呐，定能把朱元璋诛杀于安庆城下，然后乘胜直捣金陵。来呀，来，把赵普胜给我拿下！汉王，这是怎么回事？伪军是假，亲自来诛杀反贼是真。最痛恨的就是像你这样的无耻小人。汉王，你是中了他们的离间之计了。剩下那两位丁普郎、傅有德两个人不白给，一看这要坏呀，接下来这刀不就等于摁到我脖子上吗？俩人一商量，伴君如伴虎，在这儿跟陈友谅、跟徐寿辉没好，他俩连夜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得到了朱元璋的重用。朱元璋为什么用他俩呢？江汉一带的军队长项是什么？习水战。就这么的，这二位到那边去帮助朱元璋练习水军，这都是后来打败陈友谅的关键要素。那么陈友谅把他们赶跑了，这终于实现了对徐寿辉这个政权彻底控制的作用，他的功劳也越来越大。一点一点的呢，徐寿辉也觉得自己扛不住了，徐寿辉就把权力几乎全交给陈友谅，名义上他是皇帝，天王国的皇帝，就是你陈友谅你都说了算了。陈友谅后来带10万大军顺江而下，跟朱元璋干仗。皇上，再有3天，我们船队就可驰入鄱阳湖。转过鄱阳，再有3天就是坚城洪都。那座城是朱元璋区内的第1座重镇。传令，船过鄱阳后，直驰洪都。在1360年呢，
把这个朱元璋占据的采石城给拿下来了，这是个战略要点。拿下这儿之后呢，朱元璋在应天，就现在南京，城门洞开，所以这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胜利。这个时候呢，陈友谅带着手底下亲信到采石城的五通庙一个神庙里边拜神。陈友谅转身问徐寿辉：“感觉怎么样啊？”徐寿辉说：“哎呀，多亏你了，咱们眼看要拿下朱元璋，打到应天了，这功劳都是你的。”他反而拍马屁说：“马上就打下应天，一统天下了啊！可惜你是看不到那一天了啊！”徐寿辉当时手一搭了，心一散，这要完呢。这时候旁边卫士上来，这都安排好的，拿大锤把徐寿辉脑袋给打碎了。就这一幕，陈友谅没避讳别人，为啥呢？把他弄死之后，马上宣告皇上驾崩，他继位，改天王国为大汉政权，自己就是大汉天子陈友谅。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你们这是害苦了我呀！吾皇万岁！真是害苦了我呀！最有意思，这事他不避讳，他给自己的国号是什么呢？大汉天皇，这是亡国，年号叫大义。你琢磨琢磨，把自个儿主子给杀了，敢起这个年号叫大义，就大义凛然那俩字儿。就是说陈友谅压根儿没拿这当回事儿，他不认为他自个儿是错的。所以为什么他比朱元璋这个造反的心思更彻底呢？就在于强烈的出人头地，渴望做人上人的这种欲望。就是他对权力这种欲望，使他变得非常残忍，不讲道义。那我们经常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最后败也败到这上面。你看他当时跟朱元璋打仗，争夺这个元朝的天下。要如果按实力对比，两个人在江汉一带打仗，朱元璋根本不是陈友谅个，为啥呢？军力相差很悬殊。禀大帅，红部属将遣快马急报，陈友谅亲率大军御驾东征，此刻兵进鄱阳湖。多少兵马？水陆三军共68万人。他还亲眼看见长江江面上战船密布，行驶了2天2夜还不见收尾。但那每艘战船高约10丈，长约100丈，上有鲁弓，下有炮台，但甲板上就可以列兵2000多。主战！我主战！我主战！大帅，我主和。陈友谅率军68万，我们只有30万，相差悬殊。再说这30万当中，还要拨出一部分防备北面的援军，再拨出一部分监视南面的张士诚。我们都说水战靠什么呢？得靠战船。朱元璋呢就叫船，陈友谅呢才叫战舰。朱元璋的这个战船是啥呢？顶好的还是跟陈友谅小股部队打仗缴获的战船，很多时候渔船都派上战场了。那时候朱元璋的战船人马一上战船跟陈友谅打仗，在船上经常这样，就看人的战船，甚至那当兵一样呀那说，感觉跟青藏高原似的。所以这个是很悬殊的。人家那个战舰50米长，能跑马来回巡逻。弟兄们，给我冲出去！杀！折损战船109艘，死伤将士2000多人。禀大帅，出战失利，绝非弟兄们不够英勇，却是因为汉军战船太高大了，光等一面船帆就比我们整条战船都大呀。所以从这个战船上打仗，军力对比相差特别悬殊。但是没有想到的，双方关键一战，咱们都知道，史书上都写了鄱阳湖大战。这一战，朱元璋大败陈友谅。公元1363年7月，朱元璋的20万部队与陈友谅60万大军在鄱阳湖相遇，双方共出动战船2000余艘，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大水战。大帅，前面赶紧击船！陈友谅的战船最怕火攻，昨日交战，就是由于咱们的火力不够猛，才败下阵来。如果咱们有支敢死队，亲加装满火药的小船撞向敌船，定能将那陈友谅的汉船炸成一片火海。这是很多人都没想到的。陈友谅输在什么上呢？他就好比庞统庞士元下连环计，
曹操把战船连上，一字战阵排到江面上，等着孙刘联军这战船跟人没法比，所以孙刘两家琢磨个主意，欲破曹兵，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连在一块，咱用火烧他呀！这一火烧他，那就是以弱克强。朱元璋就是采用赤壁之战战法，用火攻把陈友谅打得大败。这一战，陈友谅水军的主力就差不多了。那么这一战呢，使陈友谅受到很大打击。他不讲道义，心狠手辣，他迷信的是暴力战胜一切。我力量比你强，你就得听我的。可是力量比朱元璋强，居然还败了，这对他信心是很大打击。儿啊，几十年了，爹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呀！父皇，兵勇在外头，士气要紧呐。灵儿啊，话虽说的对，但洪都之败非同小可。刚一开战的时候，我就跟部将们说过，首战即决战，一战定乾坤。如今首战败，大错军心呐！这时候呢，他这心思呢也晃荡了，受影响了，脾气也变得比以前暴躁了。时间不长呢，他左右两个贴身将军带着部队投靠朱元璋了，这对他又是个沉重打击。后来大势已去，没办法逃吧，朱元璋后头追，结果逃亡过程当中，陈友谅被一支冷箭给射死了。一代枭雄就这么等于是失魂落魄的结束了自己一生。就陈友谅这个人挺了不起，敢作敢为，有担当，心狠手辣，有谋略。为什么有这样的失败呢？他就是迷信这个暴力能战胜一切，他自始至终相信这个，所以一旦暴力不好使了，他的信心就完全动摇了。所以这也让历史上一些超一流的谋略家拿他当个样板分析，说你这样的人呢，不应该这么做。暴力可以战胜一切，这个是你的信条不假。在那人吃人的残酷的底层社会，你这么干能保全自己，而且一天天壮大，没问题。可是当你到了一个高度呢，你能够统帅三军的时候，暴力不是决定因素。高压政策和怀柔政策一定要刚柔并济，你得有一些笼络人心的好办法，得有一些示弱而不是逞强的姿态。所以历史有的时候是挺复杂的。咱们今天分析陈友谅，其实陈友谅在反抗元朝这方面比朱元璋做的要好，在个人能力方面也不比朱元璋差，唯一的就是他不如朱元璋能够与时俱进，因势而化。所以水平再高的人，如果不能够根据自己身边的情况改变自己原来坚持的东西，他也不可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最后成为胜利者。